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 BTC 有可能大跌10000美元，怎么判断的？当然，手上多头利润目前还是在持有，只是短期估计会有风险，还是选择在对冲。那如果真的下跌，哪里还可以100倍继续做多？几张图表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或者也可以查看我2023年度 OKX 交易战果。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感觉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看跌楔形的形态，或者是比特币已经连续3天了，包括昨天晚上美国比特币的 ETF 已经上市了，但是昨天又是无功而返。48K 首先我们来讲它是没有站上那这个位置我们要怀疑，如果真的是一个看跌楔形的形态，有可能就是主力故意在 FOMO 整个市场，在拉热度，或者是骗散户。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下方的成交量这么大，但是 48K 最终来看的话，到现在都还没有站上。那等下来跟大家讲，有可能比特币会跌10000美元，我是从这个 49K 开始计算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今年的10月份2023年的10月份，不是今年现在已经2024年了。当时在低点的位置，包括10月份，或者是这个位置9月份，包括这个位置也是9月份，一直跟朋友们讲，有可能这里面比特币的专家是在故意打压骗散户卖在低点的位置。低点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有成一个好像每一次反弹的高度都不够充分，然后低点也是不断的在降低，有可能就是主力故意在打压，制造陷阱，让散户的筹码卖在低点的位置，然后的话主力全部买走。而且形态学的理论，特别是看涨的楔形或者是看跌的楔形，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你如果能买在这种低点的位置，它至少都会突破楔形的启动的位置，就是起跌的位置，或者是这一个起跌的位置，包括当时10月份的这个起跌的位置，至少都会突破这一个起跌的位置，基本上后面全部都过了。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就是在这个箱体的区间，很明显的，包括6月份2023年的6月份，当时也是一样，就是主力故意在降低价格，然后低点的话也是不断的在降低，让很多散户觉得比特币要跌下去。其实这种形态就是主力刻意在吸筹码，或者是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也是会回到就是启动的位置，下跌启动的位置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当时底部 15K， 或者是这整个底部的区间，也是希望朋友们要重仓去抄底，特别是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所以像这种形态都是主力故意在压低价格，他希望买到更多的货。那现在比特币涨上来，为什么跟大家讲有可能会下跌10000美元？我的观点是，如果这个位置真的是一个看跌楔形的形态，就是从最高点 49K 到这个低点大约是在 40K， 而且如果我们配合蜡烛图的形态，像这种 K 线也是败相高档流星或者是灯芯，它是超过实体的2倍，包括这几根 K 线也是说明市场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存在多空分歧。当然也不排除它如果继续上去，也有可能化解这一个楔形的形态。不过我的观点，我们一定要留意，如果这个趋势线跌破，那我的观点，理论空间的目标至少要到这个低点的位置，所以跌10000点就是从这个 49K 到这个 40K 附近，大约是应该会超过$9000的一个下跌，所以希望朋友们在这个位置一定要小心。如果连这个位置都跌破，那我的观点，有可能我们真正下一步100x做多的点位是在$40000下方，我们到时候再看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这个区间，如果能跌到这个区间，我们到时候再观察有没有一些低点的支撑，比如说 35K 附近的这个支撑区也是非常的强。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因为楔形的理论历史上是屡试不爽我记得比特币在2021年的5月份，或者是2021年的3月份，
当时也是几个粉丝在评论区一直在交流。当时这个位置在高档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看空楔形的形态，就是它每一次高点都是不断的在拉高，然后它回撤或者是洗盘的低点或者是盘整的低点都不够充分，然后整个形态就是形成一个夹角，最终在这个位置崩盘。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也是回到这个启动的位置，或者是后面这个位置再走了一个看空楔形的形态，然后最终下跌就是会回到这个低点，把这几个低点全部跌破。然后在2021年的5月份到7月份的这个区间也是走了一个倒过来的一个看涨楔形的形态，后面它启动就是会回到这个下跌启动的位置啊。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朋友们如果要继续期货合约做多，当然我不希望朋友们把手上的现货给卖掉啊，因为一直在反的观点就是合约我们一定要小心，孙子兵法昔之上战者，先为不可胜。不管在哪一个位置进场，我们都要考虑比特币如果跌个10%，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会把我们给爆仓。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尽量要小心点，有可能真正做多的点位就是看有没有下方低点的一些支撑区，我们到时候再观察可不可以100倍继续做多。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如果比特币它跌不下来，那有没有可能会再涨上去，或者是时间这一块，我们观察一下之前比特币从 25K 的底部涨到这个位置，就是这根 K 线开始，后面有给朋友们计算时间拉到这个位置是13天，有一个转折向上，也是从这个位置时间拉到这根 K 线，它是21天转折向上，然后继续拉到这个位置，也是在34天斐波那契数列转折向上，后面是55天，这个位置不是很明显哦，它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短线的启动。那现在我的观点是，我们去观察一下，如果自然现象斐波那契数列有没有可能在89天，就是在1月22号有没有一个变盘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尽量观察比特币不能跌破短期的这个趋势线，或者是昨天有跟朋友们讲到的这个趋势线，那有可能在89天会不会又有一个变盘向上的动作。当然前提就是我们要留意它这个位置不能跌破，如果把这个低点给跌破，我的观点有可能会被超过1万美元，我们尽量要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一些指标啊，因为该进入80不进入，然后现在 KD 指标又形成了一个时差，所以目前的 KD 它不光是在背离，而且 KD 也是在时差，或者是这个 MACD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是跟大家讲日线是有背离，而且它这个柱状一个峰比一个峰要低。既然有这种败象，我的观点上涨是不能做追加的。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